他们说，当今这个社会租房比较划算的，千万不要买房。我父亲他是不喜欢买房子的，他是不愿意做这种房贷背债之类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库啊。那么今天呢，又请到了老朋友阿飘哥啊。那么之前你跟我讲啊，你们原来是住在徐汇区宛平南路那边的，三个人，你和你爸妈住在一起的。然后把那套房子给卖掉了，前些年是吧？对，卖了多少钱啊？800万左右吧。800万左右。那么800万里面呢，听说你是讲450万给你拿去买了一套婚房，对，是吧？那么剩下380万，你父母是怎么处理的呢？剩下的一笔钱嘛，他们就是拿一部分呢，就是买一个定期的理财产品，另外一部分嘛，就是他们就作为的日常开销吧。那么你父母怎么会想到去租房养老的呢？他们现在是租在哪里？他们现在租在嘉定徐杭镇那边。那么380万的话，他其实拿个200多万在嘉定再买套房子，留个100万房老也够啊。他们的观念就是，我父亲他是不喜欢买房子的，他不喜欢买房子，即使买房，他也只愿意买那种老公房。他是不愿意做这种房贷背债之类的，就老革命嘛，这样的。然后当然了，也听了很多一些大咖们的讲座，他们说当今这个社会租房比较划算的，千万不要买房，对吧？所以他们千万不要买房。对啊，我问一下，你爸妈是多少岁了？一个是68，一个是70多岁了。你爸已经70多岁了。这倒是，你都40岁了已经是吧？是啊，所以说他们就是外界的一些影响吧，他们就不愿意买房。那么像其实现在上海的老年人啊，租房养老的好像不多，是吧？一般都是喜欢，对吧？几套房子买下来，握在手上，比较稳一点吧。那你们爸妈现在租的房子是多少钱啊？房租一个月2500到3000块钱吧，那边很便宜的。嘉定那边都要2500到3000啊，多大的房子啊？也是80几平方啊，住的大房子了是。对。那么你爸决定不买房，那你妈是怎么想的呢？我妈她这个雄心壮志，如果不是在我父亲干扰下，她起码要买6套左右。6套房子。对啊。那你800万哪够买6套啊？这是一开始嘛，那个时候上海没有限购，然后苏州嘛，对吧？我妈也想买新房子，苏州房子很便宜的。那个时候苏州还没有那个纳入1线城市，它属于2线城市。她想在南京买一套，在苏州买一套。等等。然后我爸把他给训了一顿，他说开什么国际玩笑，买这么远的地方啊！然后都是在我爸的干扰下，我妈说想算了，就最终就给你买了一套，对，就这套还是我硬拉着他们过来买的啊，因为他们因为货币要贬值的嘛，房子是不会贬值的。那么像他们租房养老的话，就打算一直住在那个地方吗？还是说要换的以后？我估计要换的吧，因为这要看他们房东了。如果房东回来这个不想再租了嘛，他们只能换地方。那么租房其实也蛮烦的，万一房东不愿意租给你了，或者怎么样的，或者说你父母岁数大了，或者想找个医院近一点的，等于要经常换来换去的以后。这个就是租房的不便之处嘛。然后现在家具也从之前很多变成很少，因为就搬来搬去麻烦是吧？有时候那个房东的房间里面自己还有家具，那他们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也挺头大的。那么像你父母现在租房的话，他会考虑在医院附近的吗？或者地铁站旁边的？这个我估计还要等过5年到10年，因为他们现在身体状况还可以。现在租的房子没考虑这些问题，没考虑对。等到他们10年之后吧，就是说已经身体再老一点了，对啊，身体不变了，疾病吧一样发出来了，那他们肯定要住在医院附近了。380万里面就是还有一部分钱吧，是他们那个作为理财就得买一个银行定期，这样就是平时就是赚这银行的利息吧。老一辈嘛都相信银行的呀，对吧？他们现在就是说也是在拼命存钱吧，因为我败家败了几次，就是说他们怕我以后还会出什么事情，因为现在房租不是很便宜嘛。他们2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是2万块钱不到一点2万块钱不到一点。他们平时省吃俭用，把这钱存着，这样的。不对，我然后加上我今后不是还要结婚吗？对吧？父母都这么大年纪，你都40岁了，还要父母给你着想，你看看，是吧？是啊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想，但不靠他们又不行，不靠他们又不行。对的，因为上海这边物价太厉害了，这太厉害了。